一部关于聋哑学校性暴力案件的电影上映后轰动韩国，甚至改变了韩国司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经典的熔炉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有看过或是听过《熔炉》这部韩国电影吗？2011年，这部取材自真人真事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上映，短短1周内，韩国的社会就掀起了滔天巨浪。因为大家发现光州的某间聋哑学校竟然真的发生过师对生的集体性侵案件，超过100万的网友参与联署，要求警方重启调查，这是促成了韩国修改性别暴力防治法。熔炉到底拍了什么？真实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小说跟电影真的能够改变社会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熔炉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带小朋友出门不给手机怕他吵闹，拿走手机时又会发脾气，在家尽量不用3C， 但去亲朋好友家时，电视、平板根本无限供应，家长真的是很难做。猫狗狗3C 数位教养套组呢，是在离不开荧幕的 AI 时代，为学龄前儿童设计的素养教材，给孩子正确的使用观念，提早培养3C 自控力。借用绘本建立与3C 健康相处的观念，引导孩子了解3C 的好与坏，以及离开荧幕可以得到的感官体验，一起设定适合的使用时间，再搭配游戏探索感官乐趣，深化观念，边玩边学习，训练观察力、认知能力和调节情绪，更增加生活体验，减少未来沉迷3C 的风险。现在新书上市呢，有超划算的早鸟限时优惠，结账输入77推荐再打9折。8月28前下单还能够抽价值2500元的出游券，最多3次的抽奖机会，快点开资讯栏把握优惠吧。电影《熔炉》的剧情主要在讲由孔刘饰演来自于首尔的美术老师姜仁浩，去到了一间位于虚拟城市雾津市的慈爱聋哑学校教书。但一到新学校，他就发现这间聋哑学校里面的氛围很特别，学生看起来都很冷漠。刚开始他以为只是孩子们比较内向怕生，直到他亲眼目睹了学生被其他的教职员殴打，甚至呢被这个舍监虐待到住院，他才了解了关于学校的秘密。原来这间私立的聋哑学校呢，从校长、主任到校内的教职人员，长期都有性侵虐待儿童的行为。但碍于这些聋哑学生很多都出生于底层家庭，出事的时候根本没有大人可以依靠。姜仁浩在发觉异状之后，为了保护孩子，制裁加害者，决定呢跟由演员郑由美饰演的人权社工徐佑珍来合作，拍下学生的自白，向媒体公开孩子们的遭遇，一状把加害者告上法院。不过很可惜的是呢，在电影里面案件虽然被公诸于世但法律并没有帮他们伸张正义。电影里面呢，由校长、主任这对双胞胎兄弟为首的私立聋哑学校，为了不让丑闻曝光，不但长期的贿赂警方，对于外呢还善于经营虔诚的基督徒形象。开庭时呢，当地的民众都以为校方人员一定是被诬赖的，8成是这些聋哑学生想要透过造谣来赚钱。除此之外呢，校长们找来的律师呢，也是法官退职之后转任的。而根据韩国法律界的潜规则，前官礼遇，这类型律师呢，在进行第一次诉讼时呢，案件法官会为尊重前辈而判他胜诉。再来呢，有钱有势的被告方也会利用金钱攻势，试着呢跟被害学生的监护人谈和解。那就像刚刚说的，被害学生呢多半是来自于底层家庭，大人们不想要把事情闹大，所以学校策略也确实奏效，成功的达成和解。而最后呢，电影里面的法官就以被告没有前科，对社会贡献良多，再加上已经与被害者家属达成和解为理由，判处3位被告缓刑，根本不用被关。也就是说呢，有别于很多电影会带来一个正义必胜的结局，熔炉却给了一个我们加害者逃过制裁，让人觉得非常不公平的收尾。而且更让人无奈的是，这个故事是基于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熔炉》呢，在现实当中的原型事件是光州仁和聋哑学校性侵案。这间聋哑学校里面，从校长到老师，总共10几位加害者，从2000年开始就长期的暴力殴打以及性侵害校内多名听障生，其中受害者最小只有7岁。直到2005年呢，在学校任教的老师全应谢决定为学生挺身而出，跟当地人权团体合作踢爆丑闻。但经过调查之后，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只举报了6人，其中呢4人受到司法审判。最后包含了校长、总务主任在内的4位加害者，虽然在1审被判刑10个月到5年不等，但在2审却大逆转，改判缓刑。原因是他们没有前科，而且呢跟受害者家属达成了和解。更荒谬的是，2位加害者老师甚至还回到学校继续任教。而且更让人遗憾的是呢，这件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韩国社会太多的关注。好险，在2008年呢，韩国作家孔之勇从报道当中注意到了这则新闻。
作家孔之勇呢，1963年出生于南韩首尔，他从大学开始参与社会运动，也曾经在1987年韩国大选期间，因为参加反贿选的抗议活动而被警察逮捕，抓进了看守所。那次的经验呢，让他立志成为小说家。那因为他的作品主要都围绕在关心女性啊、工人、穷人等等在社会上面相对弱势的族群，所以他也被读者们称为是韩国文学的自尊心。2008年呢，孔之勇无意间看到了一则关于光州聋哑学校性侵案的新闻。报道里面写道，当法官宣告被告缓刑时，手语翻译的瞬间，现场的聋哑人士都发出了抗议声跟哭声。这段文字呢，让孔之勇觉得非常的震撼，他决定亲自拜访受害学生，以及访问揭发事件的老师，最后将事件经过呢写成了小说《熔炉》，并于2009年出版。而至于拍成电影的契机，则是孔刘在读过小说之后，对于受害者经历感到生气又心疼。身为演员的他开始思考自己可以做点什么。他觉得电影比小说更容易触及到大众或许可以发挥更多的影响力，因此主动提议要把《熔炉》翻拍成电影。而事实证明呢，他的判断是正确的。《熔炉》电影上映之后呢，立刻在韩国社会掀起了巨大的回响。2011年的9月，《熔炉》电影版上映之后，立刻在韩国爆红，上百万的网友在网络上面联署，要求政府针对光州聋哑学校性侵案重启调查。结果电影上映不到1周，光州警方就组成了专案小组，重新侦办这起案件。调查过程当中呢，大家发现，根据当时韩国的性别暴力防治法规定，虽然他没有处罚的法律但是不够重，而且案件的公诉期只有7年。也就是说呢，在2011年的时候，当初涉案的加害者已经都过了法律追诉期，就算重启调查也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大批的民众呼吁政府应该要修正法律。而在1个月之后呢，韩国国会就以207票支持、1票弃权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更新版本的性别暴力防治法，又被外界简称为熔炉法。新法规定呢，如果性侵了身障者或是不满13岁的幼童，最高可以处无期徒刑。而这类的案件的追诉时效呢，也直接取消限制。另外，如果加害者呢是在社会福利机构或特殊教育单位任职，还可以加重处罚。那回到光州聋哑学校的性侵案重启调查之后呢，涉案人员也从原本的4个新增到14个人有罪。学校呢也由光州地方政府接管，关闭重整，改成为是国立的特教学校。而后续韩国政府也通过了社会福祉事业法修正案，希望能够确保未来社福机构的经营公开透明，预防类似的事件再度的重演。在进入管理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是不是这种非常有可能会黄标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知道《熔炉》这部电影已经上映10几年了，很多人呢就算没有亲自看过电影，也可能听说过这部片。那当我们回头看整个事件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发生到最后的修法，总共横跨了10几年的时间。这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节点，比如学校老师告发、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判决出炉后有记者报道啊、作家写成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一直到最后一个韩国社会才终于有了广泛的讨论。那我们很担心的是，在这10几年之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同时，我们也会想，如果在刚刚那些节点当中，整个社会能够更早的一点去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当时的受害学生是不是就能够更及时的得到外界的支援？政府单位也能够尽早的注意到整个体制或环境可能隐含的问题呢？但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每天都有这么多的事件发生，大家注意力被分散的情况之下，要群众团结起来追踪特定的案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虽然正义来得有点晚但至少就结果来说，这起事件确实也推动了韩国法律修补得更加完善。那么也希望当初受害的学生们呢，在经过了专业的心理治疗之后，现在都能够过上更加平顺的生活。好的，那除了今天分享的韩国熔炉，其实台湾在差不多的时期也发生过台南启聪学校集体性侵案。那我们之前也有做过影片，详细的探讨这个主题。那跟韩国比较不一样的是，台南启聪学校的集体性侵案，因为大部分都是生对生的性侵，而不是老师对学生，所以法律上面校方的责任主要是隐匿案情，而当时那些被弹劾的教职人员，最后也都只有受到记过的处分。那当然，2020年剧情跟这个事件非常类似的电影《无声》上映之后，有引起一波关注，但我们的感觉是，台湾社会整体的反应并没有像韩国那么的激烈。虽然有立委提案要求教育部提出专案报告，向大众说明当初案件的各项疑点，但目前我们并没有找到后续教育部有任何的相关回应。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资讯，也欢迎帮我们补充。好的，那话又说回来回头看这2起案件呢，我们觉得很遗憾的是，明明转眼都10几年过去了，但是这类跟儿童或是权力位阶有关的性暴力事件，却还是层出不穷。
比如 N 号房啊、创意私房或是各种 Me Too 案件等等。而且在这些事件爆发之后，就算政府有因此修法提高刑罚，但老实说，我们还是无法很乐观的认为悲剧就会到此为止。不过在这集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觉得虽然过程痛苦、很无力，甚至很疲乏，但千万不要放弃。就像熔炉电影里面说过的，一路奋战不是为了要去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或许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小，但只要有试着发声，愿意站在一起的人总会出现。比如全英线呢，就等到了孔之勇，孔之勇就等到了孔刘。我们相信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放弃，且持有共同的信念，总有一天呢，我们还是有机会成为强劲的力量，一起守护我们最在乎的价值。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如果你在网络上面看到这类消息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主动帮网友整理懒人包，甚至组织实体的倡议活动，并积极的转发消息，帮助扩散事件的关注程度。自己不会积极的参与但会默默的关注相关的讯息，确认是事实才会响应。提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熔炉。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无声以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